洪峰再过境，龙江再告急，全员大撤离。前一轮特大洪水刚刚退去，灾后清淤还没有结束。28号，贵州龙江县汛情再度紧急，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响应，全城警报拉响，所有人员全部撤离。一天内紧急转移超4万人。而新一轮洪水来袭，速度有多快？湍急的洪水倒灌入城，龙江县城街道7分钟内被完全淹没，春操球场再次被淹。据志愿者称，28号下午4点左右，龙江就开始涨水，约1小时之后就覆盖了半个城区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刚刚展开灾后清理的龙江县，清淤消杀工作才进行了一半，县城到处都还是淤泥，连续多日断水断电，前一天才刚刚通电。连续2晚没合眼的救援队员，前一晚好不容易才睡了个安稳觉，而这如同车轮战的肆虐洪水，让龙江县再遭重创，重建工作雪上加霜，后续抢险救援变得更加艰巨。其实28号白天，在第2波洪峰抵达前，上游雷山县的水已经涨得很吓人了，一处山体呢，因为暴雨滑坡，山洪倾泻而下，冲入了居民楼，有居民被困阳台上，大声呼救。好在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，而下游龙江县定威乡、塔斯瑶族水族乡等乡镇的洪水灾情较为严重。平阳乡小丹江苗寨呢，因为暴雨导致多间民房被洪水冲走，所幸危险区村民被转移。而为了确保安全，撤离一个也不少。龙江县提前紧急公布了7大洪区居民撤离路线，截止到28号傍晚的6点，已经撤离转移群众41574人，一边是全程车辆。当地群众紧急有序撤往高地，而另一边呢，是工作人员逆行奔走，挨家挨户通知紧急撤离。武警贵州总队又增派了1000余名官兵，携带大型专业机械装备，紧急驰援龙江，撤离与逆行的同频，正是众志成城、共克时艰的共振。不过，如果有社会救援力量想自行前往救灾现场，还请暂缓。龙江县的当地呢，已经发布提示了，因为受灾区域道路承载能力有限。大量支援队伍集中涌入，可能会导致交通堵塞、物资调配延迟，影响救援效率。所以恳请社会各界爱心救援队伍暂缓自行前往救灾。短短1周内，2次拉响最高级别的防汛警报，距离上一轮洪峰过境仅时隔4天。为何受伤的又是龙江呢？我当时都流泪了。我说还有一群人一直在为我们支撑着我们，能到吃到一口热饭，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喜面，说不出来。这个说不出，真正的心都难受的很。哎，什么都放下，手中的活路一切都全部放下了。我们先顾大家，才有我们的小家。那生意不做也罢，我们能出一点力，帮一点好一点吧。只要家乡好的，我们生意会越好的。一座城，一条心，一起做，一起赢，一起重建家园。依次持续强降雨，27号晚上的8点到28号中午的12点，黔东南州共出现了22个站点的特大暴雨。而据气象科普博主、中国气象爱好者的解读呢，过去10天啊，这贵州东南部仿佛天漏了一般。龙江上游的雷山县永乐镇，一站点甚至10天就下了大半年的雨量，这么多的雨一起下来，形成了都柳江流域2次大洪水。二是上游来水的影响。据报道呢，黔东南马景要泄洪水库，存在着溃坝的风险。下游呢就是黔南州的三都县，以及黔东南州的龙江县。3是龙江县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它是都柳江在濠河和平永河三江交汇处。那上游来水呢，在峡谷中快速叠加，就会形成一个天然的蓄洪池。那当遇到洪水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避险的首要原则就是高处待援。洪水来临时，如果来不及撤离，要就近向高处转，一并及时发出求救的信号。但不要爬上你坯房的房顶，也不能去攀爬电线杆、铁塔。暴雨洪水漫进室内，要及时切断电源。逃生的时候呢，不要沿着晴洪道方向跑，要向两侧快速躲避。如果说已经被洪水围困了，要尽可能的抓住固定物，或者说大体积的漂浮物。有条件的呢，可以用床板、箱子、柜子、门板等进行水上转移。